家好，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娱乐新客厅。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男神朱一龙。首先，请朱一龙跟我们的读者朋友们打声招呼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朱一龙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做一个简短的采访。首先从您的工作开始聊起。近期我们了解到，前段时间你的新作《边城浪子》曝光了8分钟的片花。你饰演的傅红雪这个角色，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？她是一个，就是一直在复仇路上的这样的一个，就比较悲剧色彩比较浓郁的一个英雄人物。他是一个复仇之魂。那在诠释他的过程当中，带着那么浓厚的复仇的感觉，你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呢？这个戏其实演这个人物是古龙所有小说里面我最喜欢的一个人物，但是他看小说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人物特别丰富，但是电视剧里呈现出来的话会比较有困难，因为他很多都是内心世界的一些东西，他不会像叶开另外一个角色那么外放，把自己的想法和心情表露出来。从片花来看的话，这部剧风格有一些浓烈，但是其实也不失唯美的。剧组也是专门远赴了银川实地取景，拍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比较困难，或者说是一些趣事跟我们分享一下？因为在大漠里面拍之后，我们经常要用到鼓风机，鼓风机就会把沙子就会吹在脸上，吹在眼睛里面，又没有办法一直眨眼，一天下来之后眼睛里面全部都是沙，会不会妆就全部花掉了？妆花是肯定的。拍摄我觉得特别有趣，这部戏我们骑马的戏，因为原来骑马我都是真骑，也很少会2个人同时骑一匹马。然后这部戏的时候，我跟那个谁，跟新宇跟张馨予，我们俩经常要一块儿骑马，但是真实的我们俩骑马会非常不安全，所以我们俩就会坐在一个苹果箱上面。苹果箱上面，然后2个人坐在一块假装骑马。那其实这部电视剧它曾经在 TVB 有过一版，你有看过那一版吗？我有，其实很早以前看过，然后拍这个新编程的时候，因为我又看了一些。新编程和之前 TVB 的这一版编程来对比的话，你觉得它有哪些创新或者说是不同的点？我觉得他2个拍摄这部戏的时代已经不一样了，人也是不一样的。那是当然，对，他肯定是不一样的，颜值也不一样。从任何角度，我觉得他都是不一样的。而且它里面人物关系也发生了一些小的一些变化。原著里面马芳玲和傅红雪2个人之间是没有感情线的，但在我们这一版里面就加入了马芳玲和傅红雪的感情线，也就是唯美浪漫的感觉的。对，可能更凄美一点，包括结局都会比较凄美一些。如果说是让你给观众推荐这部剧的话，你会怎么来推荐呢？我觉得它是一部原汁原味的古龙，就带有古龙血液的一部这样的一个武侠剧。就里面我们经常充斥了很多古龙的精神在里面，包括镜头，包括演员在表演的时候，更多表达的是意境的一些东西。你会看武侠小说吗？我会看，男孩应该都会喜欢看武侠小说。古龙老师的作品有看过哪些吗？有看过啊，萧十一郎我都演了已经。已经演过。萧十一郎、边城，然后碧血剑那些都看了。啊，那这也出演古龙老师的作品，应该对你来说感触挺深的，而且连着已经演了2部了吧？对。后面应该还会有吧？古龙老师后面应该就没有了吧？你还会想演吗？武侠我觉得暂时不会再考虑了，所以要往偶像这个方面再挑战。近期我想拍一些现代戏，拍一些贴近生活的。其实近期除了《边城浪子》之外，你还有一部3D 恐怖电影《育婴室》马上要上映了，好像是6月份吧？对，6月24号。是你第一次挑战恐怖片吗？对。演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很惊悚？其实我小时候就因为看恐怖片就比较有心理阴影，小时候就比较怕黑啊，怕晚上自己走夜路啊什么的。然后，但是我又特别喜欢泰国的恐怖片，看过一些都觉得还挺吓人的，就想挑战一次。你会不会特别有代入感？拍摄的过程当中，其实如果都是中国的团队可能会还好，因为大家说话都能听得懂。但是全部都是泰国人，导演啊、摄影啊，全是泰国人，你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。包括跟你搭档的女演员也是泰国的演员。我很好奇，你拍完了之后会不会有一段时间是有一定的阴影存在的？还好，因为那个规定情节跟现实还是差距挺大。我们在一个古村里面，在八卦村，就还好其实。因为这部电影呢，也是我们公司的一个合作方，影联传媒他们是出品发行的，所以对这部电影我们也有稍微的有研究一些。我有看到现在出的那一个预告版的那个海报，特别恐怖，就是一个小孩儿。你在这部电影当中演的一个
情节大概是什么样的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。情节到时候得看电影吧，电影本来就短，情节一说就说完了。先稍微透露一下。其实他就是回到自己的家乡，然后去寻根的一个这样的故事。他去寻找自己的记忆深处，他失忆了，然后他有一些记忆深处的一些记忆碎片，他想去寻找他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。你会去看吗？上映的时候？我肯定会去看。那最近其实你好像在拍摄另外一部音乐偶像剧，你饰演的男主柯泽这个角色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？我觉得他不同于其他的偶像剧，他是一个特别真实，就是没有什么偶像剧光环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角色。音乐偶像剧没有偶像剧光环的男主，你会觉得他特别就像你身边的一个这样的人，只是他的生活条件可能会好一些，家庭条件会好一些，但他很多时候都是特别无能为力。就我觉得这个角色还挺真实的，挺有意思的。他是一个比较偏暖风的人吗？他会有一段时间会比较暖，有一段时间会比较腹黑。这部戏好像是有跟韩国的女星高俊熙有到搭档合作，与韩国人搭戏感觉怎么样？挺好的。语言交流上面会不会有障碍呢？肯定会啊，因为大家说话都听不懂啊。那你们是怎么来对戏呢？就他说韩语，我说普通话嘛。就只记最后一个音符吗？记不住，因为他每次他们说的都不太一样。只能通过他的表情，通过他的感觉，觉得他可能说完了，就只能是灵魂交流了。对。那其实我们都知道，拍戏也是一个特别辛苦的事情。像你之前拍《芈月传》的时候，饰演芈月的儿子，好像过程当中也是从10几岁一直拍到50、60岁的样子。加上这部电视剧当时那么多的半文言文，整个的还有那种华服穿着，应该过程特别辛苦的。遇到这种情况，你会怎么就是来调节自己的？我觉得就是专注，就遇到这样的好团队、好剧本的时候，你就不用考虑其他的事情，你就只用考虑把自己的戏演好，其实这反而会轻松一点。那你平常，工作当中，如果说是有遇到困难，或者说是对你来说是一个坎儿的时候，你会怎么来调节自己？打游戏。打游戏？电动吗？对，打电脑游戏。就是暂时忘掉这些事情，然后第二天可能就好了。所以选择另外一种方式来发泄。对。好吧。那你在你看来的话，一个优质的演员，他应该具备哪些素质，或者说是一些基本的修养呢？我觉得演员就是一定要真诚就好了。真诚。对，让观众看到你的时候，觉得你很真诚，你表达的东西他愿意相信。这我觉得是很重要的。那在演员这个专业的领域来看的话，你有没有自己特别敬佩的一个榜样，或者说是特别欣赏的演员？其实好莱坞好多老演员，因为我们从电影学院上学的时候，我们就一直在研究他们的戏，研究他们的表演，像阿尔帕西诺、罗伯特·德尼罗啊，我们都会一直看。那其实现在影视圈也是不断的涌进了很多很多的新人，包括说是95后啊，或者甚至说是00后。对于这些新人，你有什么过来人的一些建议给他们吗？我已经是过来人了吗？对于00后来说，肯定就是了。因为每个人想法不一样，和自己的定位不一样，跟随自己的内心，你想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，然后就努力就好了。努力坚持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简单的聊一下你的生活方面。生活当中你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呢？就还比较随意，比较随便，没有什么条条框框的东西。5月是一个表达爱的一个月份，因为刚刚过去的有母亲节，然后又有即将到来的520，你有没有自己特别想表白的那么一个人呢？对父母的表达，然后对朋友，然后对工作伙伴都会有。因为我们都知道你的粉丝特别多，我怕哪天我被粉丝给围攻了，所以呢，今天借这个机会，还是请你给粉丝们说一句话。然后谢谢小笼包他们一直对我的支持，然后有你们的支持，我才有更多的机会可以拍到更好的作品，所以谢谢你们，我也努力拍出更好的作品给你们看。最后呢，关于我们杂志本期的主题，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你，因为现在很多人可能在讲求品质生活，那在你心目当中的品质生活是什么样的呢？我觉得就是要舒适。舒适。对。就是过着舒服就可以了。它舒服不一定是懒惰，就你可以完成你想去做你的有兴趣的事情，然后你不会每天有很多需要去纠结的事情。很自然、很随性的一个状态。那今天谢谢朱一龙，谢谢你做《可以了》杂志，谢谢。谢谢。